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美股在周四周五两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横盘震荡的走势，在高位上我们看到它处在一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这轮上涨行情经历了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由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构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正式的多头启动行情，然后开始了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开始时间是7月19日由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合、沙僧阳线构成。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出现了沙僧阳线组。那沙僧阳线组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同时呢，看到这轮行情，道琼斯工业指数不断上涨的过程当中，比特币出现了一个与之相背离的下跌行情。那在美股出现震荡之后呢，我认为资金有很高概率回流到比特币市场当中来，从而让比特币继续它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走势。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的这轮行情在周线上有一个启动信号，这个启动信号呢，就是23年6月19日这一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后面5根 K 线呢都是围绕悟空阳线做的一个震荡，都处在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上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开始发生变盘，假的突破之后快速下跌回来，但是整体结构依然处在收敛三角形的结构范围当中。如果美股在下周继续横盘震荡，那么比特币恢复性上涨的概率就很高，最终呢，在周线级别上有可能出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它的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那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我们可以看到是1月到3月的行情当中走出了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根据平行结构，有了6月19日这周的悟空阳线之后呢，平行于1到3月的行情很有可能在后面几个交易日当中出现。那么比特币的横盘震荡呢，给了很多板块和个股一些多头的机会。那么我们今天早盘就看到了 UNI 正在创出新高，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对于 UNI 来说它在5.5美金附近的这个位置是一个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平台期。跌破波谷之后呢，我们认为底部的这个区域是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因此呢，我们会员频道在4美金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布局进场那目前是一直在获利的。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它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目前正在进行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在上涨过程当中，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就可以看到周线级别有标志性的悟空阳线，有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那么目前处在一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那在周线级别上，沙僧阳线代表了更多的震荡，因此呢，如果想进场的话除了在当前点位布局一个仓位之外下一个布局仓位回踩的5.8美金，也就是沙僧阳线在7月17日的这个开盘价也可以进行补仓的同时呢，我们认为 UNI 是DEX 交易所占比85%看图这里占比85%的最重要的去中心化交易所平台币它在整个去中心化交易所这个资金占比是85%因此呢 UNI 的上涨一定会让板块得以轮动。那么上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 OneInch 成为去中心化交易所板块轮动当中的龙头币种，因此呢，如果 UNI 出现新高的话UNI 作为最重要的占比最大的去中心化交易所平台币出现新高的话，OneInch可能会在这轮行情当中重新有所表现。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同属于一个板块当中的Sushi这些都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板块轮动当中重要币种出现坚定上行的话一定会带动同板块当中的一些币种出现同步的上涨。目前呢 MKR 的走势非常强势我们大概是在1000美金附近看到这个位置上有
等位置的4次波峰之后啊，选择进场，因为等位置4次波峰呢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容易出现新高。那么目前它一直处在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的过程当中。那么行情走的这个位置，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向上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向上的收敛三角形，我们可以把它画出来啊，由最多的波峰和最多的波谷啊连过来之后，是一个向上的收敛三角形。我们认为啊，对于 MKR 的参与，要耐心等待它出现回调动作之后啊，如果你没有仓位的话，再选择进场，因为向上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如果出现回踩动作，打到小线级别到4R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附近啊，是一个很好的进场点位啊。那么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啊，$1100下方去介入 MKR 啊，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对于低位的筹码一定要拿住啊，因为随着它的上涨，低位的筹码会有非常多的获利。上方如何震荡波动和你低位的筹码没有关系。在 K 线西欧战法当中啊，位置非常重要啊，低的位置控制仓位，把握趋势啊，最终呢你就能在行情当中很轻松的获利。那今天我们看到啊，我们多空数据显示4小时级别的啊多头大概有10个啊，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UNI。然后其他币种都是比较山寨一些的，那证明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啊，最重要的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平台币啊已经显露头角。同时，其他币种当中啊，我们看到像 ANT 啊，这也是公链啊 ，QKC 这些老的一个比较山寨的公链也有所表现啊，证明市场当中板块轮动啊，它还是比较分散的。那在这样的轮动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重点去分析重要的上涨趋势的板块和上涨趋势的个股这样呢才能在轮动当中不错失行情。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道指目前的结构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由22年10月24日这周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周线级别悟空阳线，以这个悟空阳线为基准线，可以用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画出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跌破 0.07 就是一个对于道指来说的一个黄金坑的这个区域，黄金坑区域上发生反弹，可以看到行情当中走出了一个这个小幅度的一个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那么周线级别上有8节阳线之后，对于道指来说上方是有空间的，同时呢，它这个突破的位置是在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因此呢，道指在多头上是存在机会的。然后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可以看到下方 0.075 美金可以作为一个止损位，因为这个止损位呢是由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粘合构成的，同时呢也是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不能跌破，如果跌破的话，行情就会急转直下，所以呢，把它作为0.074、0.075这个区间作为一个止损位，上方是有一定空间的，容易最终走出一轮周线级别行情。同时呢，对于道指来说，它相关的币种有很多重点可以看 PEP 和 MASK 这都是它的相关类的币种如果道指上涨的话，就上行的话对于 MASK 来说，对于 PEP 来说也容易存在一些机会容易存在一些板块轮动给出来的机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